女生最好不要找经常加班的工作。不信你看这个女孩，下班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，唯一的一辆出租车还被人给抢走了。她无奈的朝闹市区走去，忽然一辆面包车停在了身旁，司机摇下车窗询问要不要载她一程。 고맙지만 됐습니다. 이 시간에 택시 잡기 힘들어요. 그냥 타세요. 남자차 함부로 안 타요. 说完，女孩就要离开，可忽然身后传来了求救声。女孩再一转头，却发现面包车的车门已经打开了。女孩小心翼翼地来到车前查看，没想到竟然在车里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。这时，刚才的那个司机再次出现。最终，女孩也惨遭毒手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司机杀完人后，竟主动报了警，然后装成目击者，说看到3个醉汉轮番的捅那个女孩，脸上还表现出一副受到惊吓的表情。2个警察急忙前去查看尸体，听着警察那震惊的呼喊声，司机嚣张的抽着华子，偷偷的离开了现场。他的名字叫丧彪，表面看似人畜无害，实则是一个以杀戮为乐的变态。这天，他又盯上了一对母女，看样子还是一对聋哑人。女儿小美要去停车，让母亲去前面的路口等她。可小美前脚刚走，丧彪就下了车，拿着一把匕首朝母亲走了过去。就在他马上要动手的时候，一个女生忽然出现，打乱了他的计划。看着这个从眼前走过的女孩，丧彪非常的无语，索性就将目标转换成了她。很快，2人就消失在了黑暗中。小美因为找不到停车位，在停车场里转了好久。母亲刚要给她发短信询问，忽然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。 어머니, 죄송합니다. 안 깨졌네 이거. 죄송합니다. 놀라셨죠? 죄송합니다. 母亲被吓了一跳，好在只是虚惊一场。这个男人叫大壮，说自己是来找妹妹的，可母亲根本听不见，也不会读唇语。大壮发现他是个聋哑人后就离开了。这时，小美也停完车回来了，忽然一只高跟鞋从旁边的巷子里扔了出来，她一脸的震惊，看着不远处的母亲，她犹豫该不该进去看看。而此时的丧彪正在面包车里看着一切。 最后，小美还是因为好奇走了进去。丧彪骂了句阿西吧，也跟着下了车。小美刚走进巷子，就又看到了一只高跟鞋。她摸黑向深处望去，忽然一个女孩猛地出现，一只手还抓住了她的脚。小美被吓了一跳，她虽然也听不见声音，但是她能看懂唇语。眼前的女孩在向她求救。看到女孩身上的伤口时，她也明白了一切。可这时，丧彪忽然出现，打倒了小美。他按着小美大喊道：“야! 잘 봐. 얘는 너 때문에 죽는 거야. 너 때문에 씨발려나. 关键时刻，女孩扑倒了丧彪，小美也趁机跑了出来。看着路口的母亲，她果断往反方向跑去，丧彪也跟着追了上来。小美跑进停车场，躲在一辆车后面。丧彪看不到人，就四处寻找了起来。忽然，他听到了什么动静，原来是小美强开肛门的声音。就在肛门快要被打开的时候，他看到丧彪正向他跑来，肛门很快就被打开，但又好像没完全打开。好在他身材娇小，钻了过去。 看着被卡住的丧彪，他匆忙找到了自己的汽车，为了不发出声音，还用机械钥匙打开了车门。上了车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接着，他给母亲打去了视频，告诉母亲在原地不要动。他这就过去，刚要开车离开，忽然发现车上的音感器闪烁了起来。惊恐中，小美发动了汽车，直接一脚油门朝墙上撞去，又在最后时刻猛踩刹车。趁着丧彪被甩飞的时候，他下车逃跑了。可丧彪很快就又追了上来。 聋哑女孩正在被一个杀人魔追杀，好几次都差点被抓到。小美拼命地跑向母亲，母亲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伸出手迎接女儿。小美则直接跑了过去，按下了路边的报警器，警报声立马响了起来，摄像头也对准了2人。 可母女俩都是聋哑人，根本听不见，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。丧彪见状只好作罢，然后回去将先前的女孩转移到了面包车上。接着他摘下口罩，换了身衣服，又回到了母女俩的面前。丧彪说自己是来附近找妹妹的，问2人有没有见过，大体描述了一下女孩的特征后，小美立马意识到是刚才巷子里受伤的那个女孩，便告诉了丧彪。不懂唇语的母亲非常着急，当得知眼前的男人是在找妹妹的时候，她感觉非常的疑惑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在找妹妹呢？可架不住女儿救人心切，最后答应和女儿一起去给男人带路。走在后面的丧彪却露出了一副奸计得逞的表情。不过庆幸的是，这时警察赶来了，母女俩跑向警察说明情况。等众人赶到巷子后，却没有发现那个女孩。接着几人来到警局做笔录，小美正向警察交代女孩的特征，丧彪却忽然打断了他们，说自己刚收到了妹妹的短信，小美口中的女孩应该不是她妹妹。警察让他等一会儿，还没轮到他做笔录呢。丧彪点头答应，可忽然一旁的醉汉却嘲讽他没有礼貌，2人一言不合还打了起来。慌乱中，一个手机掉在了地上，一旁的母亲捡起来刚要还给丧彪，可又意外发现手机壁纸竟然是个女孩。丧彪见状直接拿回了手机，还说女孩是他女朋友。趁着警察处理醉汉的时
时候，丧彪又走向了小美，说想看下她的笔录。小美一脸的蒙圈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而丧彪却偷偷记下了他的家庭住址。这时，母亲愈发的感觉不安，她用手语告诉小美，刚才自己遇见了一个找妹妹的男人，可不是丧彪。就在这时，真正找妹妹的大壮也来到了警局，还拿出照片给众人看。丧彪表示没见过，母亲只是感觉有点眼熟，可小美却一眼就认出照片上正是巷子里受伤的女孩。大壮得知妹妹已经不知去向后，非常着急。这时，母亲又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可刚要说话，丧彪就按住了她的手，然后拿出手提包让母亲打开看一下，里面竟装满了作案工具。母亲吓坏了，可再一抬头，丧彪竟拿着一把刀刺向了大壮。好在大壮身手矫健，死死抓住了那把刀。다 뭐냐? 아, 한참 재밌었는데. 그 새끼가 나야, 네 동생 수신 놈. 너 사람 잘못 봤어. 原来大壮是个退役特种兵，只见他一脚踢翻丧彪，接着几炮子将他干翻在地，拿着刀逼问妹妹的下落。而此时，小美娘俩跑到外面叫来了警察。警察见状，立马掏出电击器对准大壮，丧彪则立马化身成受害者，还装成快要窒息的样子。结果大壮就被当场电倒在地，甚至都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任凭丧彪编造事实。 무슨 일이야 이게? 무슨 일? 그 여자분들이 말을 못하니까 저한테 동생 어딨냐고 어디서 왔냐고 막 화를 내시더니 갑자기 저 칼까지 꺼내가지고 막 이 사람이가 큰일 낼 사람이구만. 最后，丧彪若无其事地走出警局，小警察还不停地道歉。母女俩见状，着急的一阵比划，小警察完全不明白啥意思，反而转身叫住丧彪，让他一路小心。丧彪走后，这几个警察也终于弄清楚了真相，又不停地向大壮道歉，还说立马就派人去找他妹妹。不过他们首先把小美娘俩送回了家。小美娘俩刚松了口气，就看到音感器在不停地闪烁。来到门口一看，是有人在敲门，母女俩都非常的害怕，这大晚上的谁会过来呢？母亲不敢开门，可小美却非要看看是谁。好在来人是母亲的老板，之前有东西放在这里过来拿，接着母亲就帮忙给老板送东西去了。一个人在家的小美收拾着东西，殊不知丧彪已经偷偷撬开门来到了房间内。聋哑女孩小美正准备去洗澡的时候，墙上的音感器忽然闪烁了起来。难道是母亲回来了？可出来一看，并没有人。可她又看到了桌上大壮的名片，想起自己刚才丢下她妹妹跑掉了，就打算给大壮发个短信慰问一下。殊不知此时的丧彪早就偷偷关掉了音感器，拿着把斧头缓缓靠近了她。好在桌上还有一个声控玩具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美侥幸避开了劈来的斧头。趁着丧彪拔斧头的时候，她急忙跑到了卧室，然后用一张桌子挡在了门口。慌乱中，她拿起手机，直接给大壮发了条求救短信。可丧彪很快就破门而入了，小美只得跳窗逃走。丧彪随即也追了出来，两人在小巷子里你追我赶。恰巧收到短信赶来的大壮看到了这一幕，于是便也追了上去。最后，小美被堵在了一个胡同里，丧彪刚要对她动手，大壮就赶到了。小美看到大壮的那一刻，总算是有点放心了。可接下来，她又从丧彪的嘴型中看出。 그러지 마. 나 맞는 거 싫어해. 뭔 새끼야? 차라리 죽는 게 낫지. 大壮看着小美那无助的眼神，他非常的纠结，可最终还是选择了救妹妹。可等到他赶到丧彪说的地址后，才发现是小美家里，他并没有在这里发现妹妹，反而在这里遇到了小美的母亲。大壮知道被骗了，现在又面对着小美的母亲，他非常的后悔。于是两人便回到了刚才的地方，可这里早已没了人影，母亲非常的着急。可这时小美却给大壮打来了电话，接通后发现对方竟然是自己的妹妹。原来就在刚才，丧彪准备对小美下手的时候，小美利用泥土挣脱了束缚，两人就又开始了追逐。可跑着跑着，小美却看到大壮的妹妹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了，可眼瞅着丧彪已经追来了，两人就躲在了巷子里。可很遗憾，丧彪很快就要发现他们了。关键时刻，小美将手机交给妹妹，让她给大壮打电话，自己引开丧彪。她拼命的跑，一路向远处的闹市区跑去。等大壮他们找到妹妹的时候，得知此时小美还处在危险中，立马就跑向街区拯救小美。而此时的街区上，小美正拿着一把小刀和丧彪对峙，她寻求路人的帮助，可她不会说话，路人又都非常的害怕。丧彪却声称小美是他的妹妹，还说她精神有点问题。无奈小美再次选择逃跑，丧彪也跟着追了上去。可这里人多，没追几步就追丢了。正当他气得要死的时候，刚才围观的3个大兵直接把小美给抱了过来。丧彪连忙感谢小美，拼命的想要说话，可最终还是没能拦下这3个笨蛋大兵。随后，丧彪将小美带到一个漆黑的巷子里，准备结果了她。小美非常的害怕，绝望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外面的大壮，可很遗憾，大壮没有发现他们走开了。就在小美彻底放弃准备受死的时候，大壮又忽然出现，打倒了丧彪，接着就是一顿胖揍。最后他将丧彪给勒得晕死了
了过去，然后急忙上前查看小美的情况。因为小美无法说话，两人的沟通非常的费劲。小美急切地询问她妹妹现在怎么样了。大壮看了很久才明白啥意思，他告诉小美，妹妹送去医院了，还说你母亲也在附近找你呢。殊不知此时的丧彪又醒了过来，用一个罐子一下打倒了大壮，接着就又还了一顿拳打脚踢。小美用刀子威胁丧彪，可丧彪却不慌不忙地洗起了脸。可下一秒，大壮就又站了起来。丧彪自知不是对手，就威胁说：“我一定会杀了你们其中的一个人。”说着就向外面跑走了。两人立马意识到母亲有危险，跟着追了上去。可刚跑出来，丧彪人就不见了，于是就分开寻找。气人的是，茫茫人海中，编剧又安排丧彪和小美的母亲相遇，母亲还不知道小美已经安全了，拼命的求丧彪放过女儿。丧彪就想法设法的引她到一旁的巷子去救女心切的母亲，竟真的走了过去。丧彪又得意的笑了起来。幸运的是，小美恰巧看到了这一幕，拿着刀就冲了过去，一刀刺中了丧彪，然后回过头对母亲说不要过来，自己会处理好。丧彪却丝毫不慌，还嘲讽小美到底会不会用刀，根本就没刺中他。可小美却挤出了一丝微笑，她抓着丧彪的手，拔出了刺在自己体内的刀，然后就倒在了地上。这下路人终于注意到了他们现在的情况，任丧彪再怎么狡猾也解释不清。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现场，小美却笑了起来。丧彪看到后还以为是在嘲笑他，发了疯的就冲向他们娘俩，结果直接被警察击倒在地。可哪怕是这样，他这个疯子还是想杀了小美。突然挣脱了警察，再次冲向小美，好在最后时刻大壮及时赶来扑倒了他，至此丧彪彻底伏法。1个月后，小美娘俩和大壮兄妹一起来到海边度假，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。